我每年除夕都要下一场红包雨，亲戚们抢完还得寸进尺，索要更多。可当我父亲生病住院，我连夜讨债时，你年薪300万还差这点，钱早就花完了。小舅直接拉黑我。后来我加班，突发心脏病猝死，再睁眼回到了除夕夜这天，家族微信群里消息不断。大侄子今年红包不能小啊，你堂弟要结婚了。耀东啊，你表妹考研成功了，得发个大的鼓励鼓励。外甥，你弟看中了个新手机，差2000，你这当哥的。我习惯性的准备发红包，我是家里唯一在省城站稳脚跟的，年薪300万，亲戚们都叫我耀总。等等，这场景怎么这么熟悉？我的手突然顿住，脑子里闪过前世的画面，父亲生病住院，我连夜讨债，亲戚们冷漠的嘴脸，还有自己加班猝死的那一刻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除夕夜这天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关掉微信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母亲从厨房探出头。儿子，群里催你发红包呢，今年发多少啊？你二叔家要办事，得多发点吧。前世父亲病重后，母亲一夜白头，我看着母亲现在还年轻的脸，声音有些哑。妈，今年我不发了。母亲手里的锅铲哐当掉在地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今年我不发红包了，也不借钱给任何人。母亲快步走过来，摸了摸我的额头。没发烧啊，儿子，你是不是累了？累的话妈帮你发，密码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妈，我卡里没多少钱了，爸下个月要做一个检查，您知道要多少钱吗？你爸他身体不是挺好的，甲状腺结节，需要穿刺确诊，如果不好可能要手术。母亲愣住了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妈，听我的，这次我不再当谁的提款机。我站起身走到窗边，寒风刮在脸上有点冷，心里却异常清醒。这一次我要保护好真正重要的人。家族群里消息还在不断弹出，但我再也不会像前时那样轻易妥协了。家族群里亲戚们还在催促我发红包。耀哥，今年红包准备发多少啊？去年抢了8000多，今年的破万吧。哥，我考研成功了，你可得单独给我发个大的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打开手机缓缓打字。今年我不发红包了。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紧接着消息炸了锅。大侄子，这大过年的不合适吧？耀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以前每年红包雨下的可热闹了。外甥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要是缺钱，舅舅这里有。我看着小舅的消息，心里一阵嘲讽。前世我父亲住院，小舅可是直接拉黑了我。我很好，不缺钱，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年初8之前请把欠我的钱还清，过了初8我会走法律程序。群里瞬间安静了，过了好久，二叔才缓缓打字。耀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些都是亲戚，谈什么法律程序？就是白疼你那么多年了，现在有点钱就忘本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关掉手机扔在一边。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家人？不过是把我当成提款机罢了。母亲从卧室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已经看过群里的消息。儿子，你这样会不会太绝情了？毕竟都是亲戚。妈，您还记得前世？哦不，您还记得去年我爸生病的时候吗？我差点说漏嘴，赶紧改口。您还记得去年我爸感冒住院，我找二叔借钱，他说什么吗？他说钱都存定期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们把我当提款机，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却推三阻四，这不是亲情，是利用。母亲沉默了，过了好久才轻轻叹了口气。算了，你长大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吧。我握住母亲的手，心里暖暖的。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好父母，不再让他们受委屈。初一早上，按照惯例，全家要回老家拜年。儿子，你二叔昨晚打电话来，语气不太好，你是不是忘了发红包？没忘，就是不想发了。这大过年的不合适吧？咱家就你最有出息，大家都看着呢。爸，如果我告诉您，下个月您得去医院做检查，可能要花好几十万，您还觉得我该发红包吗？父亲愣住了，母亲从卧室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一夜没睡好。老耀，儿子昨晚查了你这些年所有的就医诊疗报告，他这是在担心你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摆摆手。行了，先回去再说。老家在县城，开车1个半小时，一路上谁也没说话。车刚停到老宅门口，二叔就迎了出来。大侄子回来了。哟，今年没买年货。往年我都是后备箱塞满烟酒补品，每家一份。现在我空着手下车。二叔新年好，国家提倡节俭，就不铺张了。二叔的笑容僵了僵，堂弟凑过来伸出手。哥，恭喜发财，红包。我身后几个平常不常来往的弟弟妹妹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前世我每人发了8800，今年不兴发红包了。你们最大的25，最小的也有22了，再发红包像话吗？三姑从屋里出来，听到这话，脸色立刻沉下来。耀东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是大哥，给弟弟妹妹发红包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外甥现在是大老板了，看不起我们穷亲戚了。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亲戚都看着我。如果是前世，我会笑着掏出红包，但现在，小舅，您去年借的10万块，说3个月还，现在1年了，还有三姑、表妹的学费3万5，其我零零散散加起来借了也有10来万了吧？二叔，你买车找我借的20万，我一笔笔报出来，这些钱我今年打算要回来了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需要钱去体检、看病、养老。周围亲戚瞪大眼睛，嘴巴张大。我淡定地拉着爸妈从他们身边走过。还想要红包？
想屁吃，这辈子我一毛不拔。初五晚上，大学室友李浩打电话来，耀东，听说你跟家里闹翻了。也不算闹翻，就是不想当冤大头了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去年你借给小舅的那10万，我后来在酒吧看见他正跟人吹牛，说他外省随便就能掏出几万块，根本不用还。我握紧了手机，还有你二叔的车，其实是他儿子开着泡妞用的，你三姑家。谢谢。我打断他，挂断电话后，打开家族微信群缓缓打字。年初8之前，请把欠我的钱还清。过了初8，我会走法律程序。紧接着我又发了一条，借款明细已发群文件。群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过了好久，二叔才发了条长语音。有些人啊，有点钱就忘本，连祖宗都不认了。这是白疼那么多年了。耀哥今年真一毛不拔啊！我看了会儿，关掉手机扔在一边。现在我要开始慢慢清算。在我的坚持下，我带父亲去了医院。根据检查结果，你父亲的甲状腺结节是4A 级，建议做穿刺进一步确诊。医生，严重吗？需要手术吗？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最好尽快手术，费用大概在5万左右。母亲的手开始发抖，我握住母亲的手，轻声安慰：“妈，别怕，我已经讨回部分借款，足够支付手术费。可是你二叔他们会不会生气？生气又怎么样？我爸的命比我们的面子重要。”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儿子，谢谢你。”我下了下，心里却在感慨，前世的自己太傻，直到父亲病重才知道着急。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父母。初七早上，我的手机不断响起，银行到账通知一条接一条。您尾号1234的账户收到转账5万元，对方户名。二叔，您尾号1234的账户收到转账15万元，对方户名。三姑，您尾号1234的账户收到转账20万元，对方户名。小舅。我打开银行 APP 看着到账记录，每条转账后面都带着留言。算你狠，以后别来往了。白眼狼。我看着这些留言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前世我把你们当亲人，你们把我当提款机，现在我把你们当债务人，你们倒乖乖还钱了。我关掉手机，看向窗外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这一世我终于明白，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值得你付出。父亲的手术很成功，我在医院陪床。母亲回家做饭时，父亲突然开口：“儿子，爸对不起你。”爸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些年我们老两口总觉得你在外面有出息了，就该帮衬家里。现在想想，是我们把你夹在火上烤，也是在对你进行道德绑架。父亲眼圈红了。那天你二叔打电话来骂，说你六亲不认。我本来想劝你服个软，但看到你妈每天偷偷查甲状腺癌的资料，看到你为了我的病忙前忙后，那些曾经对我们两口子好的亲戚们，却一个都没来，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问过。爸想明白了，什么面子，什么人情，都没有我儿子重要。那些人不来往就不来往吧。我喉咙发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重重回握父亲的手。出院那天阳光很好，母亲扶着父亲，我拎着行李走到医院门口，看到了二叔、三姑、小舅还有几个堂兄弟。大哥，听说你手术，来看看。父亲看着二叔，眉结果兰。耀东，之前是姑不对，那钱我确实不该拖。不必客套，剩下的钱都还了，我们就两清了，以后各过各的吧。大侄子，都是一家人。二叔，我爸住院这半个月，你们谁来看过一眼？谁打过一次电话？现在手术做完了，来送果篮了。他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扶着父亲上了车，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还站在原地，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不见。父亲出院后的第3周，老家的亲戚们突然集体登门。这天正好是周六，我正在家帮父亲换药，一开门，门外站着7、8个人，二叔、三姑、小舅还有几个远房亲戚。大哥，我们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二叔沉着脸对着父亲说完，直接挤进门。母亲慌慌张张从厨房出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嫂，你们家耀东把我们钱都要回去了，现在我家欠的学费怎么办？他下个月就开学了。还有我那钱是应急用的，他非要我还，现在我生意周转不开了。父亲刚做完手术，脸色还很苍白，他勉强笑笑坐直身体。各位，我儿子要钱，是因为我需要钱治病。大哥，你那病能花多少钱？耀东在省城1年挣上100万，这点钱对他来说算什么？就是，耀东现在翅膀硬了，连亲戚都不认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讨个说法。客厅里吵成一团，我冷冷看着他们表演。前世也是这样，只要家族有点事，他们总能找出理由要钱。各位说完了吗？屋里安静下来。二叔，您儿子结婚要彩礼，关我什么事？三姑，表妹的学费该您自己出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毕竟我不是他父母。小舅，您赌博欠的钱，更不该我来填坑。我拿起手机，今天你们聚在这里，正好，我再明确说一次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借给任何人1分钱，以前借的该还的已经还了，没还完的，小舅您还有1万5没还，下周之前不还，我就去法院起诉。你敢？您试试看。那天的闹剧持续了2个小时，最后他们骂骂咧咧的走了，留下满屋子烟味和狼藉。母亲在他们走后突然捂住胸口，脸色发白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快，我送您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
医生说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心脏病发作。我坐在医院走廊里，看着病房里的母亲，第一次真正感到愤怒。这些所谓的亲戚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死活。母亲出院后第3天，父亲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，是族里最年长的三爷爷，说要开家族会议，让父亲必须参加。儿子，三爷爷德高望重，不去不好。爸，我陪您去。家族祠堂里坐满了人，三爷爷80多岁了，拄着拐杖坐在正中。建国来了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要说说你家耀东的事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和父亲。二叔先站起来。三叔公，他现在有钱了，不认穷亲戚了。我儿子结婚，他连红包都不给。我女儿学费都没着落，她见死不救。他们一个个站起来控诉，把我描述成一个忘恩负义、为富不仁的恶人。三爷爷听完，看向父亲。建国，你怎么说？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我正要开口，父亲却先说话了。三叔，我想问一句，我老伴被你们气得心脏病发作，需要10几万块钱治病的时候，在座的各位谁愿意借我？祠堂里安静了。二弟，你说钱都存定期了。三妹，你说家里刚买了房子拿不出钱。还有你们都说没钱，可是我儿子让你们必须还钱的时候，怎么都有钱了？大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说了？我儿子在省城每天加班到半夜，挣的是辛苦钱。你们倒好，把他当银行，想取就取。银行取钱都需要先存进去，你们倒好，只取不存。现在我要回我自己的钱给我们老两口治病，你们就骂我不讲亲情。父亲站起来，身体还在微微发抖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从今往后我们家不见任何人的。谁要再说我儿子不好，先摸摸自己的良心。说完，父亲拉着我就往外走。走到祠堂门口时，三爷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建国，你这样是会被除族的。父亲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除就除吧，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族，我也不想待了。3月，堂弟小凯结婚，请柬送到家里时，母亲很犹豫，这去还是不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他都敢发请柬，我们为什么不敢去？红包按正常给，200就行。婚礼当天，我一家3口到得比较晚，酒店门口二叔看到我们脸色不太好看。仪式进行得很顺利，到了敬酒环节，二叔突然拿着话筒上台：各位亲友，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他看向我这桌，我大侄子耀东在省城做大生意，1年挣好几百万。全场目光聚焦过来。本来呢，我儿子这场婚礼，他说要全包了，酒席钱、婚庆钱他都出。我心里一沉，钱是确实如此。堂弟结婚，二叔找我商量，让我出10万包酒席。二叔您记错了，我从没承诺过要包酒席。全场哗然，二叔的脸由红转白。你胡说？是不是胡说？银行流水可以证明，需要我现在打电话给银行客服现场查流水吗？二叔说不出话了。我打开手机相册，投屏到婚礼大屏幕上。这是我这些年借给各位亲戚的转账记录，一张张截图滚动播放。二叔借的20万，三姑借的13万5，小舅借的11万5，还有其他亲戚的借款，零零总总加起来几10万。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问问，在座的亲戚里有谁没找我借过钱？又有谁在我爸妈生病需要钱的时候主动帮过忙，或者来探望慰问过我爸妈？酒店里鸦雀无声，二叔的脸由白转青。小凯恭喜结婚，红包我放礼金台了，200块是我们家的心意。说完，我扶着父母离开了酒店，身后传来二叔的咆哮和女方宾客的议论声，但那些都不重要了，钱他们依然得还完。4月初，表妹倩倩突然加我的微信：哥，能见一面吗？我在省城。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。倩倩比记忆中瘦了很多，眼圈发黑。哥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妈找你借钱的事，我后来都知道了。其实我考研没考上，分数差得远，但我妈非要面子，在亲戚面前说我考上了。那你想出国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妈的主意，她背着我在亲戚面前到处说我要出国。倩倩苦笑。我妈太好面子了，她说国内考不上就出国镀金。那你自己的想法呢？我不想读书了，其实我早就想工作了，但我妈不同意，她觉得只有读书才有出息。我看着倩倩，想起前世的她确实出国了。三姑找我借了30万，但倩倩在国外待了半年就回来了，说是适应不了，那30万自然也没还。你想走自己的路，我支持你，但你要记住，这是你的人生，不是你妈的，也不是任何人的。哥，谢谢你。还有，我替我妈给你说声对不起。倩倩走后，我坐在咖啡馆里，想起前世的种种。这一世，也许她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5月的一个深夜，我家门被敲得震天响。开门一看，小舅浑身是酒气，脸上还有伤。姐夫，救命啊！小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欠了赌债，他们说要砍我的手。小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父亲皱眉：你又去赌了？上次不是答应借了吗？我就玩了2把，谁知道运气不好。小舅眼神闪躲，我冷冷看着他。前世也有这么一出，小舅欠了赌债，躲到我家，讨债的人找上门，最后是我掏钱摆平的，当然钱最后也没还。小舅，这事我们帮不了你。耀东，我是你亲舅舅，你要见死不救吗？是你自己找死，赌博犯法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小舅转向母亲，母亲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。
小弟，他说的对，赌博是你自己选的，你是个成年人，后果得自己担。小舅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一向心软的姐姐会这么说。你们，你回去吧，我们家没钱帮你还赌债，你要么自己想办法，要么去自首。小舅被赶出门时骂得很难听。第二天，讨债的人果然找上门了，3个彪形大汉堵在小区门口。周强欠我们8万，说你们家帮他还。他骗你们的，我们和他早就断绝来往了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看聊天记录。如果你们在这里闹事，我就报警。见我态度强硬，那几个人最终还是走了。后来听说小舅跑路了，去了外地，生死不知。母亲知道后哭了很久，但她说：“儿子，妈不后悔。”没过多久，老家又出事了。这次是修祖坟，三爷爷亲自打电话给父亲。建国周家祖坟年久失修，需要重修，族里商量了，每家出1万。三叔，我身体不好，手头紧，出不了这么多。你是周家长子，应该多出点。这样吧，你家出5万，其他的我们凑。我在旁边听着，直接拿过电话。三爷爷，我是耀东。哦，耀东啊，你爸说家里困难，但修祖坟是大事。三爷爷，我们家最多出2000，按户平摊的话，周家20多户，每户2000够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耀东，你这是不敬祖宗。我敬祖宗，但不想被人当冤大头。如果每户2000不够，那说明预算有问题，我可以帮忙审核预算表。三爷爷气得挂了电话。第二天，家族群又把我拉回去了。自从我退了家族群，他们不知拉了我多少遍了。耀东，你是孙辈里最有出息的，该带头多出点。就是，祖宗保佑你发财，你现在该回报祖宗了。我发了一张图，是 Excel 表格，详细列出了修坟的预算。我咨询了专业人士，重修祖坟，材料加人工，最多4万，按20户平摊，每户2000，多的钱用来做什么？请大家解释一下。群里炸了，有人说我斤斤计较，有人说我亵渎祖宗。要修坟，我家出2000，多1分都没有。如果觉得我不配做周家人，可以把我除名。从今天起，我和周氏家族再无瓜葛。发完这条，我再次退群。这次我把族长的微信也拉黑删除了。父亲知道后沉默了很久。儿子，你做得对。我的工作室忙到飞起，最近来了一个大客户，是做电商的老板，需要一套完整的品牌咨询方案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愣住了，对方竟然是前世坑过我的那个人，王总，40多岁，前世找我做过项目，尾款拖了半年没给。我去催款时，他说：“小耀啊，年轻人别太计较，就当交个学费。”那笔钱有30万。耀总，久仰。王总，幸会。前世的我太懦弱，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，但现在嘛，王总，方案我可以做，但付款方式必须按合同来，预付50%，交付后付清尾款。耀总很谨慎啊。不是谨慎是规矩，大家都按规矩来，合作才能长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王总很爽快地答应了，项目进行得很顺利，我交出的方案王总非常满意。耀总，你比我想象的还专业，尾款我马上打给你。另外我还有几个朋友也需要类似的服务，可以介绍给你吗？当然，感谢认同，合作愉快。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前世王总坑我也许不是因为坏，而是因为我太好欺负。人都是这样，专挑软柿子捏。当你有了原则和底线，别人反而会尊重你。周六，李浩约我吃饭，非要给我介绍对象。你都30了，谁能想到你小子初恋都还在，事业忙好了，该谈个恋爱了吧？这次这个姑娘真的不错，是我老婆的同事。我弄不过她应了下来。姑娘叫许薇，比我小2岁，是个财务 BP， 长得清秀白净，说话温柔。你好，我是许薇。你好，我是耀东。我们聊得很愉快。说到家庭时，我如实说了和亲戚断绝来往的事。你真的这么做了？是不是太绝情了？不，我觉得你好勇。我也有类似的烦恼，我妈那边的亲戚总是找各种理由借钱，我妈不好意思拒绝，为此和我爸吵过很多次。我也想过狠下心，但每次都做不到，怕被说闲话，怕伤感情。我以前也是，后来想通了，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拒绝无理要求就离开你，而那些因为你拒绝就离开的，本来也不是真心对你好。耀东，你这人挺合我眼缘的，要不要试试啊？荣幸之极。接下来的相处，我们2人都觉得很舒服。许薇欣赏我的界限感，我喜欢许薇的通透。也许重生一次，我不仅是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还是为了能够遇见她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3年过去了，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每天坚持锻炼，定期复查。母亲的心脏病再也没犯过。我的工作室越做越大，准备换一个大的办公区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收入稳定，时间自由。我和许薇也结婚了，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真正的朋友和同事，没有亲戚，除了表妹倩倩。哥，恭喜，谢谢你当初没告诉我妈。傻丫头，你现在不是过得挺好吗？婚后的生活很平静，周末我们经常回县城看父母，或者带他们去旅游。今年过年我们一家4口在海南过的，除夕夜我们坐在海边吃年夜饭，父亲喝了一点酒，脸色红润。真好啊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开开心心才是过年。以前总觉得过年就是要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，现在想想人少点也挺好，清静。正月初3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接起来是二叔的声音。我是二叔，耀东小凯出车祸了，需要手术，钱不够，你能不能？二叔，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了。电话那头很久没声音。你就不能帮帮你堂弟吗？
他可是你亲堂弟啊。二叔，3年前您儿子结婚时，您当众说我见死不救，现在怎么又来找我了？您找别人借吧，实在不行您水滴筹，或者多打几份工，我相信您肯定有办法的。挂了电话，许巍过来问我，你借了？没有，你会觉得我冷血吗？不会，是他们不好，何况他肯定会有其他办法的，只是觉得你心好，想走捷径罢了。许巍靠在我肩上，我亲亲他的额头，被家人理解真好。又一年清明，我们没回老家扫墓，而是去了省城的公墓，爷奶的骨灰去年迁过来了。在老家，祖宗坟前都是是非，在这里清静，爷爷也能安息。祭扫完，我们在墓园外的长椅上休息，阳光很好，微风拂面。父亲突然说：“儿子，你知道爸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吗？”什么？不是你把工作室做得多好，也不是你挣了多少钱，是你教会了我和你妈学会了说不。爸以前总教你要忍让，要顾全大局，要讲亲情，但现在爸知道了，有些人不值得你忍让，有些大局不该由你一个人顾，有些亲情根本不存在。你爸说的对，妈以前也总觉得亲戚之间要互相帮忙，现在才明白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但不能总是一边帮一边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看着天边的白云，忽然想起前世，有天加班胃疼的受不了，吞了几片止痛药继续工作。手机响起，是二叔。大侄子，再借2万硬气。那时对我说：“好的，二叔，马上转。”然后继续熬夜，直到心脏罢工。走吧，爸妈，微微，回家吃饭。我牵着妻子的手走在前面，父亲牵着母亲的手跟在我们身后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4个人的影子紧紧靠在一起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原来人这一生，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围着你转，而是你有能力保护真正重要的人，也有勇气对消耗你的人说到此为止。我的人生该由我做主。